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坚持走路锻炼的中老年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的功能会逐渐的下降，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还有一些疾病。那么为了延缓衰老，提高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很多中老年人就开始从事养生的活动。那么步行呢，就是这个年龄段人群最流行的一种运动的方式，因为它的强度比较低，也很方便，而且好处也有很多，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步行的这种锻炼方式。那么步行锻炼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好处呢？还有我们在步行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一、每天坚持走路可以获得什么好处？首先，第一个就是步行锻炼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有一定的好处。步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适合绝大多数的人。步数也因此成为了一种衡量日常生活活动的简单指标。一般来说，每天走的步数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低。因此，不少人将日行1万步当作是运动的目标。这对于老年人1万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近期，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伯明翰分校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70到90岁的老年人每天走3000步就可以对心脏有益，如果再增加500步，足以有很大的改善。研究人员使用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追踪了452名成年人约 3.5 年。参与者每日平均步数为3500步，最不活跃的人每日约走2000步，最活跃的人每日约走4500步。分析的结果发现，与每日步行少于2000步的人相比，步行约4500步的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 77%。在每日步行少于2000步的老年人中， 11.5% 出现心血管事件，而在每日步行约4500步的人中，这一比例为 3.5%。 每多走500步，心脏病、中风或者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 14%。 同样， JAMA 研究发现，与每日走4000步相比，每天走8000步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死亡率显著的降低。显然，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但每天活动还是对身体有益处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步行锻炼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步行锻炼不仅仅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对于我们改善心理健康，促进我们一个心理的平衡也是很有帮助的。不仅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增强大脑的一个氧气的供应，改善大脑的功能，能够减轻压力、焦虑、抑郁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对于这种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有重要作用的。在2015年，就有研究人员做了这么一个研究，它是关于老年人锻炼对负面情绪的影响。它是一个随机对照组的试验，把60到85岁的老年人分为2组，一组是进行一个步行锻炼，而另一组不进行步行锻炼。那么经过了12周的实验之后呢，发现进行步行锻炼的这一组人群，他的焦虑、抑郁等等负面的情绪会明显的减轻。世界日报上也曾发表过一项研究，经常运动者会比四体不勤者的快乐感会多出 52%。 哈佛大学讲师跳尔也在多年的跟踪调查与大量的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运动是最强劲的精神药物。因此，对于情绪经常低落、抑郁、忧伤的人来说，不妨坚持每天走路运动，可以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抑制低落情绪，对治疗抑郁症有一定的效果。第3个好处就是控制血糖。最新的研究发现，饭后散步能够降低血糖，减少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据英国《每日邮报》2022年8月7日的报道，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对比了坐立、站立、行走对于健康指标的影响，包括胰岛素和血糖的水平。经研究发现，与坐立相比，饭后稍微走一走足以改善血糖的水平。
当实验对象饭后散步的时候，他们血糖的起伏更加的缓和。研究专家称，饭后60到90分钟开始散步是最为理想。在这个时候，血糖的水平通常达到了峰值，肌肉能够从食物中获取能量。而美国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多走路可以预防糖尿病和高血压。研究中，1923人平均随访9年。该研究发现，与每天走路最少的人相比，每天步行最多糖尿病风险降低了 43%， 高血压风险降低了 31%。第4个好处就是步行锻炼对于骨骼的健康也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在2016年发表在《生物医学研究》杂志上的一项关于步行对老年妇女骨代谢还有骨密度的影响的随机对照的试验，研究选取了50到65岁的女性，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那么试验组进行适度强度的运动，比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然后运动12个月。结果就显示，实验组的骨密度会明显的提高，那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就会显著的降低。所以说，长期的步行锻炼可以提高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种方法。步行运动能够增强我们这种腿脚的一个协调性，能够增强腿部肌肉的一个力量，还可以保护关节和减少关节的疼痛，降低跌倒的风险。所以呢，大家不要想我要预防跌倒就很少去运动，其实这一点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第5个好处就是步行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每天步行3800步到9800步，可显著地降低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美国合众国际社 UPI 报道，在《JAMA 神经病学期刊》，研究人员在发表的一项论文中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天大约9800步可能是降低痴呆风险的最佳选择。我们估计每天大约3800步的最小剂量，这与降低 25% 的痴呆症有关。每天走更多步与痴呆风险的稳步下降有关。每天走大约9800步的成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降低了 50%。这个数字以上只发现了有限的好处。拉克努亚说，运动是已知可以降低患痴呆症和阿尔兹海默症风险的3种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预防很重要，因为痴呆症一旦的确诊，就很难的减缓或者是逆转。以上可见，步行锻炼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步行锻炼会对我们的关节具有一定的损伤，容易导致骨关节炎，尤其是在行程中有频繁的上下坡或者是频繁的上下楼梯的这种路况，就很容易对膝关节造成损伤。对于老年人来讲，每天7000到8000步，对于获取健康的益处是最合适的。而如果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那么每天可以5000到6000步作为一个目标。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走路的地点，选择在合适的地点走路是非常重要的。柳叶刀上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公园散步具有明显的改善肺功能和软化动脉血管的效果，而在街道散步只有微弱的改善肺功能的作用，动脉硬化状况反而会恶化。这是因为街道上有较严重的空气污染，来往的车辆会排放出较多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以及氮氧化合物等的有害气体。在运动的时候，由于呼吸更快更深，会吸入更多的有害气体而伤害身体。最好选择空气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公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塑胶草地比柏油公路更适合走路运动，能减缓对膝关节的冲击。早晨6点到12点是心脑血管事件高发的阶段，晚上光线差，容易出现跌倒等意外的损伤，所以下午运动较好，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不宜走得太累，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否则可能会伤害膝盖，甚至造成意外。走路是一种对健康很好的运动，如果能够坚持正确的走路方式，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
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走路强度适宜，也十分适合锻炼。不过需要注意别适得其反，本来膝关节就处于退化的阶段，别追求太高的强度。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